大家好，欢迎来到看大陆节目，我是美玲。南京博物院近日可谓是走上了风口浪尖，南京博物院藏品已被拍卖的事件持续的发酵。这件事的起因呢，是一幅本来在多年前被捐赠的珍贵名画，竟然出现在拍卖的现场。同志们，博物馆一见我一见的故事成真了。本该收藏在南京博物院的珍贵古画，居然水灵灵的现身在拍卖场，估价8800万。这瓜啊，真是越挖越有。追查下去啊，大家竟发现呢，这个画早在20多年前就被博物院卖给了一位神秘顾客了啊，才卖了6800。然后到今天还有猛料更新，这6800捡漏事件也被媒体调查出了内情。这个错综复杂的故事呢，拍成古董局中局都能拍2部啊。有网友评价说，这个顾客神通广大。6800块捡漏，8800万卖出去，2025年最佳投资人了。1959年，中国近现代收藏大家庞来臣的孙子庞增和携家人向南京博物院等多个中共国有文博机构捐赠很多珍贵的古代书画，向南京博物院捐助的最多，共有137件套文物。时间来到了2025年的5月。一幅明代大家仇英的江南春画卷突然出现在了北京的一场艺术拍卖当中。当时呢，估价这幅画高达8800万元。在庞来臣的曾孙女庞淑令的举报和国家文物部门的干预之下，这幅画被拍卖公司做了撤拍处理。画虽然是撤拍了，但事情也是随之闹大了。后来的事件发展，大家可以想见，作为后人，眼见自己家上交给博物院的宝贝画不清不楚地走入拍卖程序，任谁也是无法接受，自然要一探这里面的猫腻。庞淑令把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至于家中长辈捐赠的名画《江南春》是如何从南京博物院流向艺术拍卖市场的，老人也很坚决地表示，要南博返还仇英的《江南春》图卷等那些在南京博物院被消失的捐赠名画。2025年的6月28号，庞淑令依据南京市玄武区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到南京博物院查验家里捐赠的137件套藏品的原件，赫然发现竟然有5件非常珍贵的古画都不见了。不但有那幅仇英的江南春图卷，还包括赵光甫的双马图轴、王时敏的往北院山水轴，以及王福的松风萧寺图轴，以及汤宜汾的色山山水轴。不知南京博物院是否是心虚，在足足过了5天之后呢，才在7月3号告知说，捐赠的这5幅藏品，早在60多年前就已经鉴定为都是伪作，已经被剔除在了藏品的序列。还说呢，上个世纪90年代对藏品原件进行画剥和调剂处理。但话是这么说呀，南京博物院可没有提供这5件古画明确的画剥和调剂去向材料，也是闭口不答复。庞淑令说，我父亲庞增和我在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赠的文物都是真品，不存在伪作。如果认为有伪作，应该第一时间通知我们，共同确认文物的真伪。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南博确定不收藏，我们有权收回。庞淑令把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在2025年的11月20号的庭审当中，庞淑令要求南京博物院说明在南博消失的江南春图卷等5件古画被画剥调剂的具体流向，并且予以返还。南京博物院向法院提交2份鉴定材料，一份是1961年的鉴定书画意见记录抄本，一份是1964年7月鉴定书图画库存的意见记录。庞淑令指出其中的破绽说呢，一份鉴定书上王敦化、徐云秋2人其实是南博的工作人员，徐云秋是搞征集工作的，根本就不是书画鉴定专家。这件事呢，还是没有平息。紧接着2025年的12月21号，一名南京博物院退休员工郭礼典实名举报前院长徐湖平盗窃走私上千件故宫南迁的文物，还爆料说呢，当年签署江南春是伪品的人就是徐湖平。消息立马在网络上炸锅。实名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盗窃故宫南迁文物。我是南京博物院文物典藏部退休职工郭礼典，工号08006，现向国家文物局、公安部实名举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有组织、有预谋、大规模盗窃走私故宫南迁文物，致使数以千计国宝流失损毁。郭礼典说，
在日侵华期间呢，为了躲避战火，故宫有超过2211箱，共计是10多万件文物被迁到了南京博物院朝天宫库房。本来呢，按照规定，这些文物都应该是被封存经典，甚至日后还给故宫。但在徐湖平当院长时，没有经过国家文物局的批准，就把文物保管箱上抗日时期的封条都给撕了，并偷偷拿出大量珍贵文物。接下来操作也让人很震惊。据说呢，他竟然指使鉴定专家，把包括故宫国宝在内的馆藏文物都鉴定成赝品，并以极低价格转卖给由徐湖平自己掌控的江苏省文物商店，再通过他儿子在上海开的拍卖公司转手卖出去。最后呢，这些故宫的宝物就流向海外的收藏家和各地文物贩子手里。感情这院长是监守自盗，偷卖了故宫的宝贝挣大钱。而且呢，被偷卖的还不光是官窑瓷品，还有很多都是独一无二的国宝级孤品书画作品。那么如果是一个人呢偷卖文物，这件事早就被泄露风声了。因此呢，不难判断背后肯定有人在起着保护的作用。郭立典爆料指出，徐湖平为了掩盖问题，也把多件珍贵的书画送给中共的政府领导，包括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和江苏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从而逃脱法律制裁，甚至还长期拒绝故宫博物院要求归还南京文物的要求。故宫宝贝就这样被大量贩卖，作为员工不可能不知道。郭立典说，其实从2008年起，就有40多名南京博物院的员工多次联名举报院长徐湖平偷卖国宝的行为。他们甚至呢还想办法进过新华社的内参，但徐湖平行贿的官员太多了，他背后中共势力实在太庞大了。员工们的举报最后也都是不了了之了。有网友发帖说，南博前副院长徐湖平的瓜根本就吃不完。有网友扒出了徐院长儿子在上海开的一家拍卖公司，专门拍卖艺术品。徐院长儿子徐湘江也是著名的收藏家，和父亲徐湖平一起主编了《中国民间收藏瓷器大全》这本书的分卷。徐老爷不是说自己不懂文物吗？怎么都靠着讲文物出书了？而且呢，徐湘江还是多家工艺品美术类公司的股东和高级主管，基本上就是靠着文物发家的。这可是一个大瓜呀！这个图片显示，通过爱企查发现，南博前副院长徐湖平的儿子徐湘江开了一家叫做南京闽球艺术品有限公司的拍卖公司。该公司呢，成立于2007年的11月20号，注册资本50万元。徐湘江任职5家企业，投资3家公司，他也是南京火凤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的11月23号，注册资本是2000万元人民币。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徐家父子财力雄厚。而庞家后人曝光的文物被卖，以及南京博物院退休员工的实名举报，也把徐湖平推上了风口浪尖。他拍视频淡定地回应此事，结果视频中意外曝光出自家客厅摆满了古董文物。我叫徐湖平，就是湖南平江。我的父亲叫徐志明。虽然徐湖平在视频中率先说明父亲在1928年加入中共，又在1932年加入红军，这言外之意呢，自己也是有背景的人，不免让人联想，他这是否是在向中共当局表忠心，希望能保自己一把。但网友注意力显然是被老爷子满屋子的文物给震惊到了。有人表示呢，这些宝贝就这么光明正大的在大厅里面，墙上的字画，柜子上唐三彩、钧窑瓷和北宋的填白瓷，每件物品可能都是从库房流失的国宝。他这个视频可真是不打自招呀。有人指出，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似乎是对庞家珍贵书画被拍卖事件做回应说，我今年80多岁了，生病在家里面，2008年退休以后，所有外界的事情我都不参与了。当时这个事情呢，不是经我手的，我也不是书画鉴定家，我啥也不知道。但有网友晒出了徐湖平此前出席活动的视频，并且评论说呢，从可以查到的视频来看呢，徐老经常参加各类活动，并且多次就书画鉴定等讲课发言。
2023年的6月10号，青州九州美术馆举行画展，徐湖平在开幕式上做讲话，并且现场点评。由此可见，他说自己从2008年退休以后就不参与外界事情的说法并不属实。他的血、他的人、纯都比较合格规格。第二呢，他这个话呢，别人模仿不了。那么随着事件的不断的发酵，徐湖平出事了。2005年的12月23号傍晚，亚洲周刊公布一段徐湖平邻居的对话录音。邻居说，很多公安包围了徐湖平的住所，说徐家从前天晚上很少开灯，漆黑的别墅像鬼屋一样。但事发的前一天晚上，徐家灯开了一夜。公安对他们的围控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在天还没有亮时，两个男子拿着东西在门口站岗，直到中午的12点半左右才撤走。后来现场来了好几个汽车，也有公务车，徐湖平的夫妇和保姆都被带走了。晚上10点钟过后呢，公安来的，公安去没去包围，怎么去包围啊？不管。那一直到今年，包围嘛过后，今天早上天不亮的时候，有2个男人，晚上的时候拿到咱们门的还在那门的一地方。有微博大 V 科技博主转述上述视频，并且发帖说，今天早上便已把徐湖平的住宅给围了。富贵山城洞坡子第1栋将军楼，报是同事发来的，消息应该是准确的，马上会有新鲜的瓜吃了。而亚洲周刊也报道说，徐湖平拥有的独门独院独栋别墅地处后半山园5号，网传呢该房产价值超过了1000万元人民币。别墅里面的玉器、瓷器、青铜器和字画等应有尽有，仿佛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馆。该事件在网上引发关注，网友们纷纷表示，照此思路查下去，全国全部的博物馆大排查。我敢说，假会用火车都拉不完。共产党有优良传统，都是坚守自盗的国家蛀虫。共产党政府不会去彻底去查，最后也就是杀几只替罪羊。中共的流失文物绝大多数都是中共自己卖的，还有高官领袖和他们的2代3代巧取豪夺，从中国骗走抢走带去国外。该事件不断的发酵，也让很多中国人扭转了之前一个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认知。大英博物馆保存有大约是2.3万件来自中国的文物，大约有2000件文物得以长期的公开展示。而且呢，很多文物堪称是绝世珍藏，像是西周的康侯簋、河北行唐县清凉寺壁画、东晋顾恺之《女史箴图》的唐代摹本和唐代的殉葬三彩等。长期以来，很多中国民众认为这些中国的文物是被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抢走的，所以对他们在大英博物馆展出感到愤怒。结果呢，南京博物馆涉嫌盗卖文物，引发轩然大波以后呢，画风突变。很多中国网友纷纷感谢大英博物馆保管好了中国的文物，还好安全了，是正品，还好没被糟蹋，门票0元，放在英国也挺好的，至少不会被卖掉，只要我们能看到就好。有博主介绍了庞树令的显赫家族背景。博物院队里的庞家不是和南京博物院队里的庞家不是一般的家族，它是清末南巡的4大家族之一。那个时候就有白银600万两的资本。老太爷庞云曾呢，与胡雪岩同为左宗棠收复新疆采办军火，儿子庞元济被慈禧恩赠为荣禄大夫。庞家的女儿嫁给了另一家巨富张家，生出来的孩子叫做张静江。就是他资助了孙逸仙、黄兴干革命，一手把常凯申从一个小刺客捧成了孙先生的红人。博主介绍说，当年革命党聚会时就在上海庞家的别墅里面，可以说庞家是辛亥元勋的背后金主。而且呢，庞家的别墅还有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卧室，两人在这里还住了一段时间。黄兴、宋教仁、于右任、陈其美、廖仲恺、戴季陶都是他们家的常客。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在多年前曾经显赫一时的庞家，在中共治下连自己家传家宝都不能保全。
而中共各级官员利用职权偷卖文物的恶性事件，也绝非是一例两例而已。你以为南京博物馆的事匪夷所思，其实还有一件更疯狂的事。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长萧元利用自己掌握的藏品库的钥匙，分批多次将齐白石、张大千、八大山人、潘天寿等巨匠画作共143幅拿出来自己临摹一下，把真品据为己有，把临摹的赝品送还图书馆，牛不牛？其中125幅委托拍卖公司给卖掉了，得款3470万，还有18件没卖，预估价值是7681万。那么，有网友扒出了2024年11月在听泉鉴宝的直播间中，也曾出现过多件故宫的珍贵文物，包括故宫同款紫檀云龙鼎香柜。您刚刚展示的那个是正大光明殿的，现在的这个是在太和殿，这现在还在故宫里呢。这个他们也卖了啊？什么？不是，还有几个比这好的。这东西，我们还敢继续看下去吗？可别明天上新闻了啊！是老的话，那故宫那个正大光明殿的那个是什么？不可能是一个工匠做一个东西。哦，也就是说，当时其实是给皇家储备用的。反正我印象当中，这个故宫的正大光明殿里有个一模一样的啊。但是说实话，大哥，你这个品相比那个更好一些。3天一保养。但是这种东西怎么会流落于民间呀？钱到位啥不卖啊？他钱到位了什么都卖。这个是乾隆3希堂的背景。视频当中呢，男子又向主播介绍了其他展品。主播问，当时推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推荐了承德避暑山庄的那个？男子表示，类似的雕工，但是在雕工上要比它更精细一点。该男子还向主播展示了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屏风。主播询问说，世界上最大的屏风，这个是自己找老先生雕刻的，还是说呢原本雕刻好给请过来的？男子表示，刚上完中央电视台，还说自己收藏的这些东西都不能用价钱来衡量了。这些珍贵的文物让人看的是触目惊心。网友表示，难怪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被查了。也有人说，避暑山庄的库管员当年可是没少卖呀。另一件糟心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记载，故宫的库房里大约有2万套御林军的铠甲，包括清代皇帝穿过的铠甲。这些铠甲外层是牛皮，内层是江南丝棉，保暖性能极好。中共官媒新华网曾经报道，1973年文革后期，故宫把3000套清朝乾隆年间的御林军铠甲，以每套5毛钱价格卖给故宫的600多名员工当福利，还规定呢每人限购5套。原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的主任曹敬楼回忆说，当时的每位故宫员工都买了铠甲，拆开后取出里面的丝棉，做成了过冬的丝棉或是丝棉衣，但这些丝棉或是丝棉衣用旧了以后，大多都卖给了废品收购站。拆卸下来的铠甲外层很多都被当垃圾给扔掉了。故宫还把1000套铠甲拨划给了8一电影制片厂当道具服，这些铠甲大多都是在被损毁。在2023年，北京博美秋拍一套清光绪的铠甲，当时起拍价就在20万到30万元的人民币之间，可见中共当局是多么的暴殄天物。对此呢，有网友指出，我绝对相信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干不到的。那么比起中共文物部门和官员的监守自盗，以及中共借着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破四旧，大肆毁坏了无数的珍贵文物的罪行，故宫研究员耿宝昌回忆说，日本人占领北京8年，故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建筑没有被烧，但是是否发生了抢劫？实际情况是故宫里没有发生什么事，而且管理的井井有条。故宫国宝南迁是选择了精品迁走，并没有全部迁走，因为太多了，留下来的也仍然可以说是满地金银。但是日本人确实没有抢劫故宫，被故宫人称为25宝的25枚皇帝玉玺也都得到完好的保存。而且日本人占领南京期间还拿出来展览过，但他们并没有拿走。中共之邪恶远超正常人的想象，而这些被掩盖在历史中的罪恶，也在不经意间一点点的被发现，从而曝光在阳光之下。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点燃希望，为正义发声。感谢您关注看大陆节目，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
我是美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